海水难的。虎背熊腰，天高云淡，风景特别好。30功名尘与土，8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好诗，吟的一首好诗。这里拍照片真的非常好，对，这个视野开阔，光线又好，对，完美。这个地方值得下次再来。很多网友给我留言啊，就是问东问西的，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有啊，但是我的粉丝少啊，没你那么多啊。就是我有一点很苦恼的，就是他有的人要到我的微信，立马一个电话打过来了，啊，你不接吧也不好，然后你接的话也浪费时间。完了以后，他问的一些很没有价值的东西，甚至通过百度啊或者通过谷歌查询就可以得到的一些答案，他还是来问你，就是浪费很多时间。就是你如果不回答他，显得没有礼貌；你回答他吧，这个没完，是吧？你应该也遇到过这个事吧？遇到过，有些正常的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很多问题其实让我也感觉很苦恼的。比如说让我去，他们做了一些生意啊，让我去调研一下，因为我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去跟他们做调研的，对吧？对，我可能了解的越南呢，就是这些生活方面呢、人文方面呢会多一点，但是你具体的哪一个生意、哪一个行业，我肯定要去做一些调研的，实地去看一下。你需要高价值的东西，肯定是要花时间、花金钱去做调研的。对啊，我不可能1-2天的时间，我能给你看出来个什么？我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就有的人让我，比如让做一些商业上的活动，帮他寄一些样品，我这边购买样品，然后寄过去。刚开始他也不愿意打钱，东西寄过去了没有声音了，所以像这样不诚信的人啊，就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就不再理会一些真正想跟我们合作的或者想得到一些正常资讯的朋友，就我们就不愿意再回答这些，花时间回答这些问题了。把你想问的东西，我知道的，我一五一十的回答你。如果说你要让我跟你做商业调研，那另外付费。因为现在我国内的平台虽然流量也不高吧，但是也还是有很多人来咨询我，我后台打开很多人咨询我，我现在都不愿意回答了，因为你有10个人里面可能有9个人，都是想就是从你这白获得信息。但是如果说你问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呢，我感兴趣的话，我会回答。有些东西他就是很莫名其妙的问了你一句，你不理他吧，他觉得你摆谱，是不是？这种事情我遇到挺多的。你比如说像教授，他是新来的，新来越南的，其实刚刚如果说一个外国人就是刚来到越南，如果没有认识的人，确实没有人带，很迷茫的是吧？就是有很多国内的朋友来的话，他想了解一些东西，我们也乐意把一些我们知道的东西提供给他，就是尽量的让我们的这个信息的价值最大化。因为信息在我们这里，我们知道了，他不知道，他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钱来去获得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东西。他是要花大量的时间的，那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成本。但是如果说直接就是我们把消息告诉他，他会节省很多的时间成本，对吧？金钱这一块另外说了，那可能更多。刚刚来到胡志明，连过个马路都不会的人大有人在。对然后一吃饭拿一个盘过来，具体怎么吃也不知道怎么吃，对吧？也不知道点什么。我已经都吃无数次越南菜，从小就开始吃，吃粉，它有很多的那个菜叶啊什么，不知道怎么做。是的，对啊，然后点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对，所以然后问人也不会英文，也不会中文，然后菜单连个英文也没有，这好多东西就是怎么说？如果一个外国人来到越南，真的很迷茫。对，我好像是没有到过任何国家会是有这个感觉的。你像我们刚来的时候也是乱摸索啊，我天天骑着摩托车到处乱撞，然后那你胆子大，真的。教授刚刚也说我胆子大，其实我胆子大是因为
第一呢，越南的社会环境确实也不错，越南的社会治安现在也不错。就我到哪里去啊，大家对我的态度还是比较欢迎的，至少我是比较有礼貌的在问一些东西，平等的一个态度。那有些人呢，就是我不是说大部分啊，就是有一些人他素质是比较差的，就是他就觉得哇，我是中国人啊，这个我就比你越南人高一等，这种人，我相信你也遇到过。在社会上，我很少看到越南人就是在街头啊吵架的，或者骂架，或者打架的，这斗殴的这种非常少。对，而且很快就结束了。他比如说两个人有摩擦了，红一下脸，声音大一点讲一讲，然后一会儿就结束了。对，然后各自走各自的，就是比较温和，真的是比较温和。是。然后我也看到过很多，就是比如说两个摩托车砰当一下撞一块了。这个也不用找警察来的，人没摔坏，摩托车没坏，然后大家扶起来就各走各的了。对，比如说摩托车和汽车擦了或者什么，就是一会儿也是各走各的。有些人骑摩托车如果在路上摔倒了，或者是撞车了，路边的人都会过去帮忙。我也摔过，我这腿上还有疤呢。就是我摔了以后，就是很多人把我扶起来了，然后我的东西一样一样给我整理起来。在泰国呢，它所有的路标全都有英文，但是在越南呢，只有越南文，没有英文。就是在越南，在国际化上面还落后一点点。对。但治安上面，我觉得也差不了多少吧。泰国我也待过，泰国你觉得？治安，我觉得这边的传闻说那些恐怖的事情多一点，现在两边都好像没有看到。其实，在我的 YouTube 下面啊，有很多越南朋友给我留言，有的是非常友好的，也有很多很极端的，越南人不欢迎中国人，中国人滚出去，这种也是有的。那我是一笑了之的，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啊，就是也有很多中国人觉得很多越南人啊对中国人非常不友好，排中啊，对吧？就是现实中啊，你遇到的越南人里面有没有对你比较排斥的？有，其实我是碰到过的，但是有很多人他是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中国人的，就像有很多中国人说越南人对中国人不友好，但是他也没有接触过越南人。对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昨天晚上我们吃烧烤的那个老板，烧烤店的那个烧烤店老板啊，我第一次去他那里的时候，他以为我是韩国人，我把这个中国人一说出来以后啊，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神和表情那种微妙的变化，我就可以感觉到出来了，他对中国人没有什么好感，对。但是后来呢，我就在那里拍视频嘛，我就直接问他了，我说你是不是不喜欢中国人？我就问的这么直接，他说以前确实是的，我说那你接触过中国人没有？他说没有，也没有接触过中国人，那么你为什么不喜欢中国人呢？他说我听说中国人对越南人不友好，我说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有很多中国人呢，他们也认为越南人对中国人不友好，也都是听说的，他们都没有接触过的。那么你今天接触了我就是个中国人，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他说我对你的第一印象还不错，那我们就坐下来聊天喝酒了，聊着他对我越来越好感了，对吧？你可以看到昨天他对我们的那个态度，对，非常友好，非常友好，他很喜欢，对吧？所以呢，就这么短短的1-2次接触，喝了几罐啤酒，就可以让一个人改变对其他人的看法。对，其实我想说的什么呢，并不是说别人不认可我们，或者说不认可一个民族，其实我们在海外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代表了我们一个群体。对，有时候我们的素质差一点儿，可能别人就看来你这个整体就很差，对吧？你的人不错，他就挺喜欢你，他就觉得你们这个群体就不错。对。他如果觉得你某一个人就是很恶劣，他就会觉得你这个群体都是差的。其实我也遇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有的网友给我留言，他说老魏你在越南，你发的东西到处都挺好的，然后为什么还有的越南做自媒体的人一直都在说越南这不好那不好？其实有很多样的情况你看过有一些视频，有很多人在一个地方，他也就是待那么2-3天，对，或者待的时间很短，然后他就会在这个视频里面说出来好像很懂越南似的，对越南压根就不了解，对，来做一些这种不用负责任，反正有流量就行的一些讲话。对，如果他在越南待得很久，又说越南不好，真心不认同越南，那你想这个人得多分裂，
是他人格是不是分裂的？我这里我很讨厌，比如我很讨厌你，我还天天跟你在一起，那是不是我的问题啊？对，对不对？那我这人要人格分裂了，对吧？你让我想起马爸爸的一句话，天天骂老婆，对，你干嘛也不离婚？是吧？是啊，其实我们在这里啊，也不是说光要说这个国家有多好，有些问题我们也会指出来的。我们只是说客观的把一些越南社会上的一些，比如说休闲的一面展示出来。对。但是他休闲的背后，他一定是在工作上，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用在工作上，对。或者说，下了班了，他不会像中国人一样拼命的工作。也有很多中国老板说啊，越南工人特别难管。这还是一个国情的问题，一个国情呢，还有一个生活习惯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的一个问题，要彼此尊重、彼此了解。本身它的社会就是这样一种风气。你拿中国的那一套来管越南人，那肯定是很难的。对，你不光是管越南人了，你拿中国的一套去非洲、去欧洲，都是很难管。前一段时间呢，我有一个老同事啊，以前非洲的老同事，他马上要去英国了。他那个公司呢也招了很多英国的员工。他就跟我讲了，他说英国人很难管了。我说那是你不懂他们了，本身这也有一些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了。从英国人的，在他们自己的眼中啊，中国人他以前呢是会觉得比中国人要高一等的。对啊，你现在呢拿了一个中国的小伙来管他们，首先从这一点来看，肯定不会那么容易。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嘛。对啊，你再去管他们，你不懂他们嘛，你首先要懂他们。说越南人懒啊，就是在我看来，我以前在英国待过，英国人更懒。在我接触的越南人中啊，其实他们的工作真的是很卖力的。对，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对，一天都是19个小时了。对，你说看到一些越南人很休闲，他们喝咖啡啊什么的，就觉得他们懒是吧？本身喝咖啡就是越南人的习惯，是吧？如果你看到他们喝咖啡就觉得他懒，这首先就是说不通的啊。对，那人家的一个习惯。对，你像中国人，如果中国人喝茶的，天气热也不主动也正常的。对，有好多人在热的环境下，肯定是没那么积极。再加上这里的天气温度也是很平均的，还是很适合躺平的，没有婚姻压力。对，然后说生孩子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压力，养个孩子也没那么对，就好。在越南结婚，就是说很多人也说没有彩礼啊，是吧？是因为他们这个确实，生活压力不大。对，生活压力也不大，他没必要就是逼太多的彩礼出来，因为这个没有意义的，对吧？对。这个关键是要下一代能够幸福的生活，然后养孩子的成本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高。今天呢，我跟教授啊，还有马丁啊，我们几个人呢，就是在这个海边坐着，然后闲聊啊，聊了这么一段来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有用啊，或者说想来越南发展啊，或者说想来越南旅游做生意或者什么，如果想咨询的呢，我们知道的肯定乐于告诉大家。大家只要大家给一个就是比较平和的一个态度啊，对吧？然后正常的跟我们交流，然后或者尽量给我们留文字，不要留太多语音。比如说我微信给我要的，我一定会给的，对吧？或者说要我的联系方式，我一定会给。但是你要给我打字，你不要说了很多那个语音，对不对？那我听的话，有时候你再加上你有这些口音的，我都理解不了。还有你打文字的时候，尽量打得简洁易懂。今天感谢马丁吧，就是让我们这样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来进行聊天。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儿吧。好啊，好，拜拜，拜拜。